相信大家很常在游戏中看到这种需要大量排列的 UI 物件，比如背包系统、聊天系统、排行榜等等。但你知道这是怎么做的吗？那如果我说这些 UI 其实可以不用写程式就可以排列好呢？大家好，我是技术人员 Ron。这支影片要来接续之前的基础的 UI 说明，要来讲解一下进阶的 UI 系统该如何使用。如果没有看过基础的 UI 系统的话，可以先点选右上角资讯卡，先看一下之前的 UI 基础教学。那这一支影片要来说明一下游戏中很常用到的 UI 功能 Scroll View、Layout 跟 Content Size Filter 等功能，只要使用得好的话，就可以简单做出很多 UI 需求，甚至可以减少很多程式要去手课的工。那废话不多说，首先就来说明一下 Scroll View 跟 Scroll Bar 该怎么使用吧。在游戏中，一般我们都会用卷轴、拉霸的名称来称呼这种 UI， 但这边就用英文来说明好了。我们先在场景上生成一个 Scroll View， 这个 Scroll View 生成时一定都会伴随两个 Scroll Bar， 一个是垂直，一个是水平方向的 Scroll Bar。接着来看一下 Scroll View 的结构，最外层就是 Scroll View 的容器，底下就是两个方向的 Scroll Bar。Viewport 就是其中的显示区域，它上面挂着 Mask 的组件，可以限制底下的子物件只能在 Mask 内显示。而再往下一层的是 Content， 这就是卷轴的本体。你的卷轴要多宽多长，就是由这边来决定的。这边我先随便放一个 Image 当做标记，我们来实际看一下 Play 之后的效果。可以看到，当我们拖动 Content 时，中间的图片也会跟着移动，但如果超过 Viewport 时，就会被遮罩，并且超过边界时会有回弹的效果。当我们将卷轴范围拉大超过可视区域后，就会出现 Scroll Bar， 同时可以拖移的范围也变大了。接着，我们就在这模式下来说明一下每个参数代表的意思。Horizontal 和 Vertical 是控制是否可以上下左右移动的设定。Movement Type 是卷轴移动方式，分为 Unrestricted 可自由滚动超出范围， Elastic 有弹性的回弹效果， Clamped 限制在边界内，没有回弹的效果。Elasticity 是回弹弹性的程度，仅在 Elastic 时生效。Inertial 是启用惯性，启用后手指放开后，卷轴会继续滑动一段距离。Deceleration Rate 是惯性减速率，值越小，惯性越长。Scroll Sensitivity 是滚轮滚动的灵敏度，值越大，滚动越快。接着 Viewport 就是刚刚提到的显示区域。Horizontal 和 Vertical Scroll Bar 也是刚刚提到的 Scroll Bar。这边 Scroll Bar Visibility 是控制 Scroll Bar 的显示模式。Permanent 永远显示。Auto Hide 内容不足时隐藏。Auto Hide and Expand Viewport 同上，但同时调整可视区大小。以上这就是 Scroll View 的参数说明。而 OnValue Change 这个就跟一般的 Button 或 Slider 一样，可以透过特定条件触发来执行程式。接着 Scroll Bar 的参数基本上跟 Slider 差不多，所以就不过多介绍。接着我们接续使用 Scroll View 来介绍如何使用自动 Layout 的功能。首先是 Grid Layout Group， 这个组件的效果是以网格方式排列子物件，像是背包、技能这种需要大量格子排列之类的 UI 就很常会用到。我们这边先随便放很多的 Image 到 Content 内，这样方便观察这个组件的效果，顺便改一下颜色，方便观察效果。这边可以边调整参数，边观察一下调整之后的效果。Cell Size 是每个格子的宽度跟高度， Spacing 是格子的间距。Start Corner 是控制格子先从哪个角落开始排列。Start Axis 是控制先排横向或直向。Child Alignment 是控制格子整体对齐方式。Constraint 是限制排列方式，自由排列或是固定行或列的方式。接着 Padding 是排列物件距离边界的距离，分别是上下左右4个边界。以上这就是自动排列之中的一个，其他还有2个组件，则是 Horizontal 和 Vertical Layout Group。这2个的功能几乎是差不多的，只是一个是水平排列，一个是垂直排列。这边就用 Vertical Layout Group 来当做范例。这2个组件都是根据副物件的大小自动排列底下的子物件，其中大部分的设定跟 Grid Layout 一样，其中不一样的是这几个参数。Reverse Arrangement 这是反转排序，正常排列顺序是在 Hierarchy 上由上到下的排列顺序，而反转的话就会变成反过来。Child Force Expand 的意思是将子物件依照副物件的宽度或高度来分配空间。Control Child Size 根据副物件的宽度或高度来延展子物件宽度或高度。Use Child Scale
会把子物件的缩放算进排列大小，可以直接看看有开跟没开的效果。以上3个组件了解核心原理后，就可以利用这些组件做到简单排列 UI 物件了。但你会发现，这边的排列方式只能在固定副物件的长度或宽度去排列的，这样能让排列的内容有限。如果想要副物件跟随子物件内容变化宽度或高度的话，该怎么做呢？这边就可以使用 Content Size Filter， 这个组件可以自动依照子物件的内容去设定副物件的宽度或高度。如果你在 Layout Group 的组件基础上再加上 Content Size Filter， 并且把 Content Size Filter 改成 Prefer， 这样副物件就会随着子物件变化了。将这2个组件搭配使用的话，这样就可以像画面中这样简单做出完美的卷轴效果了。那如果在 Layout Group 自动排列且 Control Child Size 勾选的状态下，如果我子物件要大小不一样或是做不同的排列的话，该怎么做呢？这边再介绍一个组件 Layout Element， 这个组件的功能主要就是告诉副物件它的 Layout 资讯。首先第一个参数 Ignore Layout 是忽略这个物件，不参与排版，比较常用于浮动的 UI。Min 是允许的最小尺寸，这边我设定成50， Preferred 是理想的尺寸。Layout Group 会尽量照这个大小排，这边我设定成150。Flexible 是弹性权重，若有剩余空间，会按子物件的权重比例分配。我这边把其中2个设成1，另外2个设成0，等等可以看看实际的效果。我们可以看一下副物件这边的设定，当我们只打开 Control Child Size 的时候，副物件拉伸时，它会跟随着放大，但不会超过150，缩小时则不会小于50。而弹性权重的话，可以看到，当副物件被拉长时，则将剩余空间依照比例分配给有权重的子物件，就是其中的2个。如果这时候再加上 Content Size Filter 的话，它就会依照设定的 Min 或 Preferred 来控制副物件的长度或宽度。好了，以上就是本次影片的内容了。以上这些组件只要善加利用的话，就可以自动排列 UI， 而不需要靠程式控制，就像画面上的范例这样。那么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咯。